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汉。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每天有没有在用 PDF？ 不管是企划、合约、研究资料，还是简报来源，你是自愿用 PDF， 还是被迫用 PDF？ 那我再问一个更诚实的问题，你喜不喜欢用 PDF？ 我猜你答案80%是不喜欢，而且不是那种有点麻烦的不喜欢，是那种能不用就不用，但又躲不掉的讨厌。因为 PDF 通常代表3件事：第一，改不了；第二，看很慢；第三，永远找不到重点。你只是想改一行字，结果流程变成转 Word 版型跑掉，重新对齐检查一次，再转回 PDF。你只是想搞懂一份文件在讲什么，结果你从第一页滑到最后一页，看完之后脑袋只有一句话：我好像看过，但我完全讲不出重点。但有一件事真的很吊诡， PDF 明明是现在全世界最常用的工作格式，却也是最不替人着想格式，因为它的核心设计从一开始就不是给反复处理用的。为什么 PDF 会让人这么痛苦？PDF 在设计的时候本来就不是拿来理解的，它是一个定稿格式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它只在乎看起来是不是一样，完全不在乎你处理起来累不累。所以我们现在每天做的事情其实是用一个不适合修改、不适合理解的格式硬撑所有工作流程，而这也导致一个现象，多数人处理 PDF 的流程大概长这样：老板丢一份 PDF， 你从第一页滑到最后一页重要的地方用眼睛着想，改字转档想翻译，复制贴上想整理，自己重打自己摘要。你仔细想一件事，这整套流程有哪一步是真的聪明的？几乎没有。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工具从一开始就没站在你这边。我快撑不住了，老板。2. 真实案例1：上班族改报告的日常地狱。我先讲一个很常见的情境，假设你是上班族，老板丢一份40页 PDF 给你，跟你说一句话：这份帮我改一下，下午要。你打开 PDF 发现只有3件事要改，几个数字，一段说明文字，还有一张图的位置。结果你不能直接改，你只好转 Word 一转，版型跑掉，你花20分钟对齐，改完再转回 PDF。然后老板说：字可以再小一点吗？你再来一次。真正浪费时间的不是修改内容，而是格式来回。3. UPDF 基本功能，它至少把基本功做好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找了一个至少不会一直跟我作对的工具。像我现在用的 UPDF， 至少先把基本功做好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，你不用先转档。开始前先展示一下如何下载安装。首先先到官网点击免费下载，下载完成后开始安装。安装完成后，点击 UPDF 图示开启，界面非常简洁，所有功能都在下方这3个区域中。好，开始我们的实际情境。1. 直接编辑 PDF 实际情境。我现在处理 PDF 的方式很简单，能直接改的我就直接改，不用再先转档再对齐再转回来。这件事对我来说最大的差别是，我不会再因为怕麻烦而拖着不动文件，算了，先别动，等等又要重来。怎么在 UPDF 中直接编辑呢？现在做给大家看。首先点击工具，再点编辑 PDF， 选择要编辑的档案，进入后就可以直接编辑，加字、挪位置、文案修改，就这么简单。2. 页面管理，对长文件超重要。再讲一个实际案例，很多人做简报或企划，中间一定会遇到要插一页、要删一页、要顺序调整，像页面插入、重排这种事情，我现在基本不会特别去记流程，能直觉拖一拖就好。对于长文件来说真的很重要，这对每天处理文件的人来说是非常实在的差别。3. OCR 与格式转换，学生、行政超有感。有一种情况我真的会觉得很省时间，就是拿到那种扫描档老师发的 PDF， 你一看就知道完全复制不了的那种。以前遇到这种只能自己重打，现在我会直接丢进 UPDF 把文字抓出来，能用就好，不用追求完美。使用方式一样，点击下方工具，选 OCR 把要扫描的 PDF 拉进来，这里可选择文本或图片，还有文件语言。选择完成后点选套用，就完成了。把扫描档转成可编辑档，实在是很方便。4. UPDF AI， 真正让 PDF 不再只是看。到这里为止 UPDF 是一套好用的 PDF 软体，但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它开始帮你思考文件。我直接讲一句重话， UPDF 非 AI 真正的价值不是让你多做事，而是让你少看很多废资讯。1. 实际案例2： 30页合约快速理解。假设你拿到一份30页合约，你真的会一字一句看完吗？大多数人不会。UPDF AI 的摘要， UPDF AI 不是要你偷懒，而是先帮你过滤资讯，最后要不要采用判断权还是在你自己手上，而是先让你知道这份文件在讲什么，重点在哪，
风险在哪一端，你再回去看原文，效率会差非常多。2AI 问答，这点我真的给高分，这是我最常用的功能。你可以直接问 PDF， 这份文件的付款条件是什么？解约条款在哪？而且关键是它会跳回对应段落，这跟你把内容丢给 ChatGPT 是完全不同的体验，因为你知道答案来自哪里，你也知道要不要相信它。使用方式也非常简单，首先点选下方的 AI， 进入就有 AI 问答，可以直接以你 PDF 来分析。将合约放上后，输入询问的资讯，马上就有答案。还有不清楚的地方还可以补充询问，真的解决了英文不太行的我。3PDF 转心智图研究教学情境，我自己其实很少真的拿心智图去交作业，但我会用它来做一件事，确认我有没有真的看懂这份文件，尤其是文件一长，你很容易以为自己看过，但其实只是一路滑过去而已。把整个结构跑一遍，至少你会知道他在讲什么，而不是只记得几个关键字。4翻译、解释、图片解析。有时候在看文件，真正卡住你的不是整篇内容，而是某一句话、某一个名词，或是一张你怎么看都看不太懂的图表。我现在的习惯是，看不懂的地方就直接划起来处理掉，不管是翻译、解释，还是图表到底在讲什么，至少不会让自己一直卡在同一页。这种感觉会让你第一次觉得 PDF 不只是硬撑着看，而是真的可以被理解的，而不是只能被忍受的。5. 我一定要老实讲的限制。现在讲缺点，它不是专业排版神器。如果你是出版、印刷等级需求 ，UPDF 不是为这种情境设计的。AI 不等于正确答案，摘要、问答、翻译都还是需要你自己判断。AI 是助手，不是替你负责。6. 谁适合用？谁其实不用？非常适合的人：上班族、学生、创作者、研究与知识工作者、每天要看大量文件的人、不一定需要的人。极少碰 PDF 只打开来看，对 AI 功能完全没需求。我不会说 UPDF 是人人必备，但在 AI 正式进入文件处理这个阶段，它确实代表了一个方向。如果你要我一句话总结 UPDF 不是让 PDF 变得多厉害，而是让你不用再为 PDF 生气。留言选一个 A， 我每天都被 PDF 折磨，真的需要这种工具。 B， 我有在用 PDF， 但 AI 功能对我还好。 C， 我现在用的方式就够了。我会看留言比例，我会再拍一支 PDF 加 AI 的完整进阶工作流。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关于 AI 创作、自媒体经营、效率工具的内容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翰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